下面切换镜头，好嘞，我把镜头稍微拉大一点点。我们现在先把那个手给它做出来吧，先把手做出来，然后让它放在旁边晾干，等一下我们再拿来使用就可以了。不然的话，等一下，要是等一下再做它不干的话，咱们也不太好操作。好，大家再稍等我一下啊，我揪一下这个土。好，稍等我一下啊，大家再稍等我1分钟啊，我稍微黑屏一会儿啊，稍等我一下。好嘞，好嘞，那没有问题，我们就开始吧。好，下面的话呢，我们先来开始制作手，所以说需要拿出我们的这个肤色粘土，先揪出一点点来，然后将其揉圆。来晚了，来晚了，这个正好赶上，我刚才调了一下设备，还没开始讲呢。上节课浓密的头发啊，马尾辫的话，咱们等就是课程最后再给大家讲啊。啊，现在的话，我们先随机的去取出一块肤色的粘土，就是随机就可以了。之前大家也做过，对不对？所以说没有那么多要求。然后把它搓成一个长条，粗细程度的话，给它控制在6毫米左右就可以了，不要太细。其实5毫米多少是有一点点偏细的，所以说咱们要稍微做粗一点。高阶课的人是不是更少？高阶课的话还好吧，就没有咱们进阶课这么多。因为高阶课会偏难一点，很多人都不敢做。好，下面的话大家看一下啊，差不多就是这么粗，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粗了啊，差不多搓一下。然后我们来开始做手掌，因为是3.5头身的人物嘛，所以说手就要做的稍微大一点，不能像以前那样做的太小了。哎呀妈，这黑不溜秋的手爪子啊！下面的话呢，我们来拿大拇指给它轻轻的按扁啊，先轻轻的按扁，就是可以给它按的稍微厚一点，不要那么薄啊，不要太单薄。按完之后，整个手掌的这个尺寸的话呢，从它的一个手指的尖尖到它的一个这个区域，差不多是1厘米的这个尺寸啊，差不多是1厘米，不要太大了。厚度的话呢，也尽量给它把控在一个1.5毫米的左右的一个厚度，不要太薄了就可以了。然后把下面的这个部分啊，就是在这个手腕往下一点点的区域，给它搓出我们的手腕来。我再把Hello 小范。你这刚来怎么就跟若若说的话差不多呀？来晚了，来晚了。好，下面的话呢，就先把它的一个手掌搓出来啊。我来看一看这个灯光，曝光了啊。我把灯光挪一挪。啊，虽然暗一点，但看得清晰一些啊。现在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手腕这个区域一定要给它稍微搓细一点点。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是先来修剪一下左边的这个大拇指，拿出我们的这个剪刀工具啊，来给大家刻画一下。我们差不多是在整个我画，你们别画啊，你们别画。我画呢，主要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从它的这个手腕到它的这个手掌，我们正中间的这个区域啊，我简单的刻画一下。你们能够看清楚就可以了，你们不要画啊，你们画的话那就毁了。我们在这上面一点点的这个区域啊，差不多是在整个手指尖尖的，我看看偏上一点点的这个位置啊，在这个位置偏上一丢丢，1/2偏下的位置，就是这个区域1/2偏下，然后给它修剪下去啊。然后再竖着给它修剪一道，一定要快准狠，不然的话会拉丝，然后也会把你的这个整个手指给它破坏掉。接下来手指太尖的话呢，我们给它尖给它剪掉。趁粘土没有干之前啊，赶紧用我们的压痕刀工具去这样轻轻的调整一下，轻轻的调整一下。
包括它的这个侧面的部分，用手轻轻的抹一下就可以了。啊，顺便还能够把手掌给它抹得大一点点。啊，我们的做的话呢是这边的一个手掌，它的大拇指跟之前一样是要往前去推的，所以说接下来拿出我们的一个棒针工具，啊，放在它的手掌心，把大拇指给它往前推一推。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给它推出一个这样的样子。然后我们用棒针的这个比较粗的这个地方，把它边缘这个地方稍微调整调整啊，用你的手把整个手掌都给它搓细一些。我感觉我这手掌做大了，做大了的话，大家就是再把它调小一点就可以了。感觉是有点偏大了啊，偏大了的话就减小一些。啊，手指大的话，大家就给它自己去做小一点就可以了。好，你看这就给它做好了。大拇指的话呢，其实你可以把它的手掌，你看咱们平时这样的话，哎，有时候手掌也会给它往外弯一点，你可以就稍微加一点这样的造型也可以啊，就给它这样翘一翘。啊，你要是不想翘的话也没关系。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开始制作它其余的4根手指。啊，你要不想做的话也可以摁一下就可以了，把指纹摁出来就行。好，我们给它画出来，1、2、3。好，把它简单的刻画出来，然后用我们的剪刀呈 V 字形给它修剪。这样剪一刀，这样剪一刀，就是成一个 V 字形，主要是为了想让它手指尖尖这块变细一点点，快准狠的拔掉它。你看我都已经快准狠了，但它还拉丝儿。啊，拉丝儿没关系，等一下调整。接下来是整个手掌的一个这个长度修剪。好，修剪完了之后，开始去调整一下细节，可以拿出我们的压痕刀或者是刀片工具，趁粘土没干，去调整一下它们的一个指缝区域，以及刚才搓的不是很精细拉丝的地方，都要去给它刻画一下。啊，不要让它们粘在一起，你看这粘在一起了。啊，如果就是有痱子粉的话，可以加一点痱子粉。啊，可以用棒针工具在它们的指缝的区域，像这样子啊，稍微调整一下。啊，手指差不多就做出来了。手指的话呢，大家在修剪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不要太细了，千万不要太细。好，差不多整个这个手掌的话呢，就差不多给它做出来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给它就是弯曲一下弧度。不会弯曲的同学呢，拿出我们的这个棒针工具啊，这个大拇指放在前方啊，就是这样子，让它稍微握着一点点。那握住。这样，一般握这样子的一个姿势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手指它会翘起来，然后这3根手指的话，分别是这个握得狠一点，这个轻轻的，然后是这样子，成一个小斜坡的一种情况。所以说大家就是可以给它弯曲一下，慢慢的调整啊。啊，你看这样的一个手掌的话，它就制作出来了。
最后手心窝窝的话，要是没有的话，你需要再去摁一下。还有它的手腕要是没了的话，你也得调整一下。稍等一下啊，手指的话一定要慢慢的去修剪，剪短一点点。把小拇指稍微修剪的细一些。快正上的给它拔掉，然后再给它窝起来，就是自然的给它这样窝一窝就可以了。让它小拇指往下摁的狠一点，然后这根手指让它稍微翘一些，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手掌的话就已经给它制作出来了。然后我们给它放在旁边，让它自然晾干就可以了。然后就不用管它了，我们等一下做完这个袖子的时候，就是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然后把它放在一边。我们来继续做一下，就是另外一个手指同样的一个姿势，在它的一个后背的这个地方，我们来给它去制作。你们在这评论区都在说啥呀？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先把它搓成一个长条，粗细程度一定要跟刚才差不多。我每次取土都容易取多了，取多了的话一定要放回去，不然等一下这多余的土就浪费了。差不多是6毫米左右的一个粗细程度，然后用手掌按扁，按扁之后呢，它整个手掌的一个尺寸差不多是在1厘米以内就可以了厚度的话给它掌握在一个5毫米就5毫米1.5毫米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是把它的一个手腕搓细。一定要用手这样让它慢慢的去过渡，让它的整个手腕的一个从细到粗的一个过渡是自然的，就是慢慢变粗一定要过渡一下。刚才的话我们是在这边修剪的大拇指，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从这边去修剪大拇指，还是先用我们的这个刀片，在我们整个手掌的1/2的这个区域给它先简单的就是刻画一下标记一下这个简单的位置。然后我们再我是标记太靠下了吧？好，拿出我们的剪刀，刚才是在这边修剪的，现在的话我们换另外一边去修剪出它的一个大拇指，把大拇指修剪的稍微偏细一点点好，弄完之后用我们的工具把这个调整一下。大拇指稍微修剪的短一些，指尖不要那么尖。好，下面的话呢，就是把我们的手掌的这个中间的窝，你看，一般咱们的大拇指这块都比较厚，掌心这块都比较薄，所以说你需要把我们的工具，就是压痕刀呢，放在我们正中央的这个区域。大拇指给它慢慢的往前推，看到了吗？大拇指在慢慢的给它往前推呢。推完之后的话呢，去把它的这个区域给它用我们的棒针轻轻的去滚动一下，就是让这个地方呢给它滚的稍微薄一点点。当然你要是不想去表现这个区域的话，也是没有关系的也是没有关系的，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影响，只不过刻画上去之后的话，它看起来会变得更加的就是细致一些。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刻画一下它的其余几根手指我们给它去分组1、2、3，一定要把它均匀的分成四等份要不然等一下我们在修剪出来的手掌的时候，它就是全都是
你要么粗要么细。好，下面接下来我们沿着这条线成一个这样的 V 字形去修剪。我找一下我的镊子啊，这拉丝的这不好给它弄掉。啊，借助外助工具，借助一些工具去把它处理干净了。好，这是第一根，接下来第二根，一定切记不要把我们的手给它剪得太细了。像这种拉丝特别严重的啊，就用我们的这个给它扯掉。扯掉之后呢，用棒针在它的这个指缝的区域，轻轻的给它按压一下，把笔躺下来，轻轻的按压一下，啊，指缝轻轻的按压。慢慢的去调整，包括指尖的部分呢，也不能太方啊。如果就是太方的话呢，你看四四方方的，对不对？你要用剪刀轻轻的去把那些比较方的地方给它稍微修剪掉一点点。还有小拇指太尖也要去修剪，修剪完了用手去简单的拨一拨它。好，拨完之后，我们从正面呢去观察一下整个手掌的一个粗细以及长短的一个程度。好，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有一点点的小瑕疵啊，大家在做的时候遇到这种瑕疵特别多的地方呢，就建议重新制作啊，因为咱们这个课上的话呢，没有时间去重新制作了。我要重新制作的话，估计时间就耗完了啊。建议大家遇到这些就要多调整，调整不过来就重新制作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开始去把它的这个造型给它就是窝出来就可以了，不要让这几根手指粘在一起。借助我们的这个棒针，其实不用按压这个关节的啊。当你们做正笔的时候，你可以按压关节 ，Q 版就不用那么麻烦了。直接借助棒针去给它把手指的一个造型弧度给它弯出来就可以了。啊，指尖容易粘在一起。遇到这种容易粘在一起的情况的话呢，大家可以就是用痱子粉，稍微用刷子在它上面轻轻的刷一点点的痱子粉，去防止它进行一个粘连啊，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大拇指也要给它稍微弯一弯，容易粘在一起。好，就是这样子。啊，这根手指的话，它也是要进行一个适当的弯曲的，就是呈现这样的样子，千万不要做成这样的样子了。这个手指的话，它也是要轻轻的这样弯一弯的。大家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去观察一下自己整个手掌的一个造型啊，一定要观察一下自己手掌的造型。你可以自己去摆一个这样的姿势，然后去观察。啊，然后我们下面的话，这个手也已经给它制作完成了。完了，一个大一个小，但是大小的话应该是差别不是很大的啊，不是很大就没有关系。啊，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胳膊的话给它放在旁边啊，让它晾干了。
长短的话尽量给它留长一点点吧，放在旁边让它晾干。然后咱们下面的话呢，来开始制作它的这个服装的部分啊，给它放在旁边。一般呢就是像古装人物的话呢。像古装人物的话呢，他的衣服都是这种一层一层一层的，对不对啊？所以说它很容易说你贴完一层，你再贴第二层的时候，那第一层的那种就是重叠的那个部分呢，它很容易凸显出来，其实看起来就不那么美观了。所以说我们这节课就要学习这个点啊，要把一些多余的部分用我们的刀片去给它去裁掉啊，这是很重要的。可能有的同学听不懂没关系，我们接下来看看我是怎么操作的。首先的话呢，它的里衣呢是一个白色加青色的，我提前已经调好颜色了，那就先跟着我这个调好的颜色来。你们可以呢就是用其他的颜色来代替啊。我现在的话先拿出我的青色和白色，先来制作最里层的，因为古代的衣服呢，它都是一层叠一层的，会比较厚。那你如果真的按照它这样的方法，就是穿一层又一层，东一层西一层，穿完之后，你的整个人他的身体曲线就没了，就成一个肥嘟嘟的一个人了。所以说，像里面穿的衣服，咱们能给它进行一个缩减，就给它进行一个缩减。比如说，我们先随机取一块粘土，把它擀成一个很薄的一个薄片啊，就是为了防止衣服太过于厚重，所以说粘土片不能太厚啊，一定要轻薄，以薄为主。然后接下来是这个青色的，青色的话也要跟它的一个薄厚程度要一致，因为我们要把这两个颜色呢进行一个拼接。首先拿出我们的这个刀片啊。这个的话咱用不了太多，就先随机切一块。好，下面把左右两边都切齐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切一个宽度差不多是在3毫米左右的一个长条吧，就是不用太宽啊，3毫米左右的一个小长条就可以了。然后拿出刚才的这个青色，也给它切一边。切完哎呀，这怎么还拉丝了？里面是有头发吗？啊，你切完这一边之后呢，如果你的现在粘性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呢，建议就是稍微抹一点白乳胶啊，抹一点点的这个白乳胶，放在我们的这个手上挤一点点，然后把这个就是轻轻的点几下吧，然后这样抹一下。你要是不这样的话呢，这个因为我的粘土干的会比较快，要是不这样的话，它根本就粘不住啊。然后涂完之后呢，它边缘多余出来的胶一定要给它擦掉，因为这个白乳胶虽然说干了之后没颜色吧，但是它会有一点点那个印记痕迹，就很不好看，所以说你要把它擦干净了。啊，我们给它拿起来，就是拼贴到一起。拼的时候呢，一定要边拼边用手去摁着啊，轻轻的给它往推。好，这样的话呢，就已经给它粘贴到一起了。然后我们接下来拿出我们的这个刀片工具，切一小溜啊，就一小溜，差不多1毫米左右的一个尺寸。如果你的这个刀片本身就不是那么笔直的情况下，一定要就是边裁边观察啊。我把这多余的收起来吧，别浪费了。一定要适度的去弯着你的刀片啊，因为这本身就这个就已经不是那么笔直了。这块多余的切掉，也用不了这么多。啊，然后这就是一个拼接的一个衣领的这个部分，以后大家也可以采用这个拼接法。但是告诉你们一句实话，我的这个衣领是画上去的，就这个青色是画上去的啊。但是画上去也挺麻烦的，线条容易画不直。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在进入到以下步骤，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呢，尽量给你的衣服身体上面去抹一点点的散粉，这样的话不容易让我们的这个衣领和身体粘住啊，不容易粘住。然后你想怎么围都可以，这块没有要求，你想怎么围都行。给它放在它的最上面啊，先用给它摁住，然后绕着我们的脖子一圈。啊，到了脖子的后面的地方呢，你要给它就是这样简单的就是摁住一点点，这样摁住，然后给它往上弄啊，给它往上弄，一定要摁住，然后再往上弄。接下来给它叠加，
稍等我一下啊，我把这个部分，就它们交界的这个点的话呢，尽量放在正中央。当然，有很多古风衣服它的这个衣领这个交界的地方呢，不在，就是这个交界的点不在正中央啊。可能有的衣服是这样的，但是你到后续再说吧。遇到这种衣服的话，你再按照你那个做就可以了啊，不要粘紧。然后我们下面用我们的这个刀片啊压，就是这个工具刀，在它们交界的这个地方用刀片轻轻的划一下，然后拿出去，这样用力一划，工具一挑一撕，它就下去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给它粘好，粘好之后，再沿着这条线一切，把多余的切掉。啊，尽量就多余的部分咱就不要了，不然的话，到时候你一层贴一层，就会显得整个身体很胖，好吧？一定要注意这点。我们下面的话呢，来制作一下它的一个第2层灰色的这个衣服啊，我也已经事先调好这个灰色了。啊，青色怎么调？还有不会调青色的吗？青色的话呢，就是假领子。青色的话呢，我再想一想啊，是绿色加一点点的深蓝色，再加大量的白色调出来的。我等一下就是把衣服上完之后，我给你简单讲一下这个青色怎么调啊。如果不会调色的同学呢，你可以先去看一下咱们装饰画课程里面的第1节录播课啊，装饰画第1节录播课就是专门讲这些调色的。啊，这个衣服的话呢，灰色的衣服它就是要整个都包起来了，所以说粘土片一定得大一点点。璎珞，你的头号粉丝来了，你的小粉丝来了。水晶球好久不见呀啊！我感觉自从你上一次就是来看我没有下去之后，我就感觉在直播间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就感觉是不是我没有下去接待你，你生气了？好，下面这个灰色的话也是尽量薄一点点的，我们先稍微让它晾干一点点，不然等一下在操作的过程中它很容易就是粘贴的。把下面。啊，这个宽度的话呢，只要能够把它的身体包住就可以了啊，差不多就行，没有那么多的具体的要求啊。像看回放的同学，你可以先参考一下我的这个尺寸，因为到后期像多余的部分，咱们会做好这个衣服褶哈。我不说这么多话了，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所以说平时一定要先看回放，因为你看先看直播再看回放，不然的话你看回放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我下一步是怎么操作的啊。稍微晾一下。好，差不多了，我们来开始进行一个粘贴啊，先简单的给它去包裹住，一定要给身上去涂一点痱子粉啊，不然你这粘土片贴上去可就拿不下来了啊。稍微把这个白色的衣领稍微露出来一点点，好，然后绕着它，绕到后脖梗的时候呢，没办法了，对不对？摁着它。一定要摁着这块啊，其余的手悬空，摁着这块，下面给它扯一扯，摁着这块，它就包过来了。看到了没？包过来之后，你会发现它们中间是有一个交界的这个部分的。那这条交界就是重叠的部分的印记是很丑的，所以说你需要把重叠的这个部分呢，给它就是稍微调整一下。我稍微把这个白色露出来一点点啊，啊，先不要使劲的去摁压它啊，先轻轻的放上去，轻轻的放上去，然后拿我们的这个工具刀像这样给它按压划一下，然后再把它拔下来，这个也给它就是轻轻的拔下来一点点，拿出我们比较大的一个剪刀，沿着这条线去把多余的部分给它裁切掉。一定要裁整齐一点啊！我给它重新裁一下。好，当然，就是咱们做古装衣服，它的方法有千千万万种啊，它不一定非要是我这种的，说不定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那你们根据自己的一个习惯和喜好来就可以了啊。好，粘好，粘好之后的话呢，咱们就来开始去调整一下这些小细节。用手去把左右两边的衣服呢，给它就是夹一夹，
啊，用手给它夹一夹。这些部分的话呢，是等一下我们要给它裁切掉的啊。我们先把这些多余的不要的先给它裁掉。啊，衣襟的方向的话呢是，大家就是想要往哪边都可以啊，这块没有要求，就是只要你里面的这个衣服它的这个折叠的方向跟外面这个衣服的折叠方向是一样的就可以了啊，一样的就可以了，里外方向一样就行啊。你可能它俩就正好是相反的，用剪刀给多余的剪掉。你只要做到里面那个假领子跟外面这个衣服是一样的就行。剪刀慢慢的去把重叠的部分给它剪掉，赶紧用手，因为粘土的话呢，现在没有干之前很有粘性，用手赶紧简单的去把它的这个部分给它摸一摸，接缝就慢慢的去被抹平了，下面就不要碰它了啊，你就把肩膀这个地方给它抹平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把多余的部分给它裁切掉，就是在它的这个胯部的这个地方，看到了没？就是咱们交界线的这个区域啊，交界线的这个区域稍微往上一点点，差不多是5毫米的这个地方，我们将多余的给它切掉啊，5、6毫米的这个地方将多余的给它切掉，用你的刀片啊，像这样给它划一下。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将这个给它撕下来。撕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啊。啊，案例那个穿的方向是对的吗？天哪，我都不知道古装还有这么多讲究。就做这些古装最害怕了，就害怕就是把衣服给做的就是跟那个不太一样，就会那啥啊，原理你们懂就可以了，原理你们懂就行。好，把每一个地方呢都给它处理干净就可以了。露出了它性感小蛮腰，你们也可以让它小露香肩，把那个肩膀露出来。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一节就是体验课，不知道哪个老师做了一个古风的人物，然后就有一个学生专门找体验课老师说什么啊，你这老师他的服装不对，说什么齐胸乳裙啊，还是什么你这不是正点的这个汉服，哎呀妈呀，弄得人头昏眼花的，像我这不专门研究汉服的人真不懂。好，我们这一步就差不多做完了啊！你看，就是给它处理的工整一点就可以了。边缘这些，你看接缝是不是也没了？所以说没干之前啊，用手摸一摸就可以了。实在不行的话，你们也可以去买那个就是抹平水啊，买那个抹平水。这个哪家的呢？我也不敢放出来啊！你们随便在网上买点抹平水就可以了。然后给它在这里蹭一蹭啊，其实也可以去将接缝给它抹平的。但是如果啊你的这个作品它是带有颜色的，比如说像黑色呀，还有这样的深蓝色呀，其实我不太建议用抹平水，因为它会掉色儿啊。尽量是浅色的，像白色呀那些你可以用。好，不是他们家的。像我们下一节课的话呢。像我们下节课的这个后脑勺的话呢，就会教到大家怎么去把这个抹平。所以说，如果你们想要抹平的话呢，你们可以去网上买那个抹平水啊。好，我们这个步骤就做完了。下一步骤的话，要来开始做它衣服下面的这个部分了啊。哎呦喂，这个抹平水还挺香的。我记得之前好像桃子老师说过，可以用什么卸妆水来代替抹平水也是可以的。看看下节课的吗？这个我跟你说，下节课的案例是我刚做完的，我昨天刚做完，因为要拍步骤图，我昨天就刚做完。就是下一节课的它的一个头发的一个难度会增加，然后其他的话就都还好。好，下节课的话呢。呸！我在说什么啊？我们来开始做他衣服下面的这个裙摆。像刚才有的同学说那个，我跟你说，我做的那个叫谁来着？刚才拿出来那个案例叫什么来着？犬夜叉他哥叫啥来着？
我忘了，就是这个我做的可重了，我跟你讲，特别重，要比之前他们做的那一版都重很多。对，杀生丸都可重了，很有分量的一个作品，沉甸甸的。好，下面的话呢，来开始制作它下面的这个裙摆的部分啊。我们来多拿一点点的灰色，要擀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粘土片。好，每次我让别人看我的案例的时候，我昨天说，哎，你过来看我那个杀生丸的哥哥做完了。哦，不对，我说那个犬夜叉的哥哥做完了，每次都想不起来。啊，用手给它捏一捏，把里面的气泡排一排。有挑战的案例有兴趣，然后我最后一节课那个大魔王，我本身想要改成那个小萝莉嘛，然后其他人就说小萝莉不符合那个大魔王的角色，我说你难道就没有看过以前的武媚娘里面那个莹莹吗？穿的如此的粉嫩，感觉如此的清纯可爱，结果是心狠手辣的女人，越好看越心狠手辣。好，我们随便取出一块这样的粘土。我想做现代的，但是他们讨论了说尽量做古装，因为现代的发型你们都会，所以说尽量拓展成那种古风的脑袋。但是我觉得古风的头发也没有什么可难的啊，所以我现在还在犹豫怎么改。下面的话呢，我们来将这个随机取出来的这个灰色粘土片啊，给它擀一个大薄片。对，就是那种白莲花。然后他们说，然后月亮老师说，你这么做的话看的不太明显，像那种就像那种看似温柔其实狠的这种角色的话，就是现代的人可能看不懂，只有咱们那个时候才能了解到他的一个。但我觉得现在人应该都懂吧，长得越好看越狠啊，表面越清纯，说不定他实际越心狠手辣的。那要不就是把最后一节课改成那个萝莉吧，穿着那个什么洛丽塔吧，拿着小熊。然后很萌的样子，因为晴子老师跟我说尽量做古风，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妲己尽量不要。啊，下面把左右两边都稍微切一切啊。哎呀，这没有擀好，我重新改一下吧。现代短发，现在短发很简单，我哪天有空的话给你们拓展一下吧，好吧？我重新改一下，别和我说话了啊！我不说话了，我一说话的话，我这就擀不好了。啊，尽量是又宽又长。肖战那种发型啊，那种发型就跟我们这节课的很像。我哪天弄好了，我给你去讲一下啊。我们可以杀生丸那节课讲，也可以。我觉得古风的女生的古风的衣服就跟我们这节课差不多，所以我到时候再想一想吧，好吧。然后接下来的话呢，这个衣服的长度的话呢，就是从它的这个小蛮腰的这个部分开始，差不多到它的脚底板的这个区域啊，就是能够把鞋子露出来。那可能有的古风的衣服是露不出鞋子的，这个你们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就 OK 了啊，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就 OK 了。好，我们现在来开始制作。长度的话，先随意啊，先随意一点，没有那么多要求，长度先随意。然后，我这又擀的不对了，你们再稍等我一下，我再擀个薄片。尴尬，这看回放的人得气死呀！我得多拿一点点啊，这个刚才拿的太少了，一直擀不出来我要的那个大小。我一般身体都会做的很小，然后包整个衣服。啥意思？身体做的很小，包整个衣服啊？我懂了。啊，你们稍等我一下，我得把这个粘土片重新擀一下，刚才那个太薄了。啊，果真我不能分神，我一分神我就做不对了。看回放的人 ，sorry， 不好意思，请你们见谅。
啊。下面的话呢，我们尽量给它弯曲一点点的这个弧度啊，用我们的这个刀片弯曲一点弧度，从上面开始，然后沿着你们自己的这个尺寸，你宁可给它做长一点，也不要做短了。长了的话，咱们做完之后可以削，短了可削不了了。好。然后左右两边这块呢，把这多余的给它裁掉。这个粘土片呢，就是稍微大一点没关系啊，你别做小了。这个宽度的话，大一点都没事。好，我们给它拿起来，开始做褶皱了。这个时候呢，拿出我们的棒针啊，给它放在它的这个下方的这个区域，用我们的手啊，可以稍微把这个棒针稍微抬起来一点，用我们的手这样去搓一搓，可以抹一点点的凡士林。啊，我不能看弹幕了，我看弹幕我就不会做了。啊，像这样搓，不用搓到最上面啊，这样来回搓一搓，然后把工具稍微给它就是拿下来，这样稍微推一推，这样的话它的一个褶子就堆积出来了。我们接下来放在它的这个旁边的区域，呈放射性的一个线条，看到了没？1、2、3，呈放射性的线条去堆积它。给它先捏一捏，然后摁住，中间往下推一推，这边稍微堆积一下，用手再这样慢慢的去搓一搓啊，这第二个褶子就搓出来了。好，接下来是第3个褶子。难吗？就是这还没有侧面的图，还没有办法给你们看侧面。就是先用棒针先把基本的形状给它捏出来，捏出来之后，你夹着2个之后啊，夹着2个，轻轻的夹，我可没有用太大力度啊，我就是轻轻的，然后这边可以再轻轻的推一下，这样你的衣服它才有褶子。慢慢的调整啊。这一掐一掐，你是用了多大的力啊？掐一掐直接掐破了，你过分了啊！你给人直接就掐破了。所以我就不喜欢留长指甲，因为我的指甲特别容易就是扎到粘土里面。啊，掐的时候我给你们看一下，侧面是这种波浪形的，你千万不要把这2个给它夹到一起了啊，稍微那个什么一点点。然后这个的话，你也可以就是来一点这种就是短一点的也可以啊，就是有长有短嘛，褶皱它也不一定都是一般长嘛，是不是？好，做这边。啊，你也可以给这边就是稍微来个短的，你在做褶皱的时候就是可以多做一点点啊，就全当练习了。到时候你在贴的时候，如果觉得它长了的话，我们再修剪就可以了。我的手也很漂亮，哎呀，你这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因为月亮老师每天都会夸我，夸的我都真的都不好意思了。啊，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给它堆积起来。就是为什么说不要，就是咱们之前不是有学过一个褶子是这样子堆积褶的嘛？为什么不用这种方法呢？是因为堆完之后这块就特别厚重，然后你到后面去加它的这个腰带的时候就不好看了，所以说我们才会用这个方法。褶子的方法有很多种，但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去选择具体的一个褶皱的一个制作。好，这个的话，你看它最后做完之后，就是有点类似于呈这种就是扇形的一个感觉。我们就是你看啊，从我们这个地方出发，它就是呈现出了这样的一个褶皱。那这个区域的话，就是它的一个要围着腰部的一个地方啊。你看这个区域把腰一围，那下面的裙摆是不是就大了起来？是不是？啊，下面的话我们先去将多余的
我做 Q 版很可爱，真的是每个老师做的东西都是有自己的风格的。像那个谁来着啊，璎珞他做的那个东西就特别像海苔做的，就很有海苔的那种风格。好，差不多了啊，可以了。其实我现在还不确定它的这个长短到底合不合适，所以说得就是稍微比对一下，就是绕着它稍微比对一下。啊，能给它围起来啊，能围起来，能围起来就可以了。稍微把这块来一点点的这个弯曲的这个小弧度，稍微弯曲一点点。不是我有时候名字真的是，哎，记起来太费劲了，真的。我有时候叫其他老师，我都得想半天他叫啥，他叫啥。啊，最好弯曲一个小弧度，就跟咱们以前制作那个叫什么来着，百褶裙的道理是一样的。你要是不弯曲这个弧度的话，其实在贴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块就很宽。不过没关系啊，这种宽的话也是 OK 的。我们先去将它的一个衣服下面呢，要保证衣服下面是宽宽的这种感觉啊，是宽宽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再就是隐藏这个接缝的时候呢，它是这样隐藏的，给它拔起来。它是这样子隐藏的啊，你看这里是有一个弯折的地方啊，把这个隐藏的地方都给它弯折到里面去，堆到里面去，看到了没？然后把这个这样叠到一起。然后这个区域的话，哎呀 ，sorry， 你如果想剪的话，你用剪刀去把多余的剪掉。如果你不想剪的话，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的。你要觉得看不顺眼的话，你就用剪刀给它就是适当的去剪掉一部分就行。录不下来了。啊，你用剪刀稍微剪一下，然后接下来的话，你看像这一部分的区域的话呢，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也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先给我们的这个腰部先给它围起来，然后这个地方给它就是堆在一起，啊，堆在一起，用我们的剪刀把这个区域给它，把多余的部分给它剪掉，然后赶紧把我们的腰部的这个地方给它抹平整了，这个区域给它把这个纹理给它稍微滚一滚。就可以了。啊，这个区域的话，一定要给它就是压的实在一点点，要让它与我们上面的这个薄厚程度是一致的。不然你等一下就是弄你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弄你那个腰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不工整啊，就特别不工整。所以说这块一定要调整，包括这块厚了的地方都要用手给它按的薄一些。看看试一试，用刀片能不能把多余的给它裁下来。啊，做之前稍微抹一点点的这个凡士林，这样的话有一些就是糙的这个地方的话，完全可以用这个刀片去把它们都给它裁下来啊。所以说不是抹凡士林啊，说错了啊，是抹那个痱子粉。你看我现在的话就已经拿不下来了，所以说你们之前一定要抹痱子粉。我主要是没有啊，我没有带痱子粉，还把上面那一层给它剥坏了，尴尬。啊，反正这块是要给它处理平滑一点就 OK 了。原谅我这块处理的真的是太糙了。好啦，下面的话呢，我们这个裙摆的话就差不多给它制作出来了。然后如果你想让它弯曲一点弧度，比如说你想让它往后，前面来风了，是不是？你想让给它往后飘的话呢，你用你的手，一个手抚着它的这个后方的区域啊，然后给它这样，看，这样子啊，给它放在里面。
给它这样往后，让它这样往后去飘起来，就是这样啊，一个手放在里面，给它慢慢的往外推一推，这样的话，它的整个衣服的话就是飘起来的一个样子啊。从正面的话也是能够看得到它就是飘起来的一个动态的，就是沿着这条线给它弯弯的一个弧度，这块的话可以稍微轻轻的掐一下，就是这样子，看到了没？就是轻轻的。像这些衣服的褶皱呀，还有它的一个飘的一个姿势动态呀，你们到后期学那个正比的古风人物的时候就能够学起来了啊，那个会比较难一点。咱们这 Q 版的话就是难度不大啊，你们先简单的学一下，就是想让它飘起来的话，就用刚才那个方法，用手去放在里面去这样，就是大拇指和食指去拨一拨它的这个形状啊，中间这个地方在拨的时候一定要让它凹进去，因为很多人在拨的时候拨着拨着这块就平了，你一定要让它凹进去，然后像这样去给它这样拨一拨。晾干了一会儿再贴的话呢，你这拨的造型就拨不出来了，因为干了的话这造型是很难拨的啊。轻轻的给它就是拨动一下，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这边的话也可以给它往这边去拨一拨。哪边刮风看自己啊，风往哪边刮看你们自己。好，然后这个它的一个衣服的话就做完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把它的这个腰带去加一下。你不要看它这块这么粗糙啊，腰带一加就看不到了。那像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呢，它躺下来晾肯定是不可能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给它下面去插一根铁丝。然后呢，家里不是有这种晾干的这个底座嘛，我们给它放上去，要不然的话，我们是很容易让它去变形的，就是给它让它这样去晾着。我们来加一下它的这个腰带啊，记住这块一定要捏一捏。好，就是这样给它晾着就可以了。下面的话呢，来制作一下腰带。腰带的话，我们用到的一个颜色呢是墨蓝色，就是比较偏深一点的蓝。那这个颜色的话呢，它是深蓝色加黑色调制出来的。我们也用不了太多啊，就随便的就是找一块给它擀成一个小薄片就可以了。想看杀生丸，我们周六就会做了呀，周六就可以做了。啊，这个粘土片的话，切记不要擀太薄啊！我告诉你们，擀太薄的话，咱们刚才第一层的那个糙的地方全露出来了。啊，就是如果你们害怕的话，如果你们真的做不工整，但是又害怕这一层它褶皱露出来的话呢，你们可以用抹平水给它处理一下啊。这样的话，你在做腰带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了。好，我们先来开始降腰带。腰带的话呢，它的一个宽度啊，给它差不多控制在一个就是1厘米就可以了。我先把这个一端给它修剪掉之后，放在旁边晾干，然后我们再来拿出它的这个白色的这个部分啊，进行一个拼贴。想做马伊琏梦露的那种地下，那我可能有点难哦，这阿姨。下水道飘起来的风，那衣服不得吹到天上去啊！龙卷风，哎，绝了！哎呦，风往北吹，北边是哪我都不知道。你应该说来点西北风，顺便还能吃个饭。好，下面的话呢，去将它两个进行一个拼贴，啊，这个一定要是在粘土比较粘的情况下，它俩碰在一起才能够粘住。要是不粘的话，你就得加白乳胶了啊。啊，用手再摸一摸，然后我们接下来这个白色的话，给它控制在一个1毫米就可以了。这个颜色的搭配的话呢，你们就随意就可以了。就是咱们，哎呀，你看没有粘紧，完蛋，玩意儿，气死我了！啊，
建议大家这节课的话呢，就是尽量去做一些其他的角色啊。这节课的话呢，做一些其他的古风人物啊，做一些我们以前看的什么影视剧里面的呀，啊，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啊，抹一点点的这白乳胶，让他们粘牢一点。哼，璎珞的头号粉丝，你笑得很开心啊，你笑得有点开心啊，是怎么回事？你这放荡不羁的笑容是怎么回事？好，我们接下来把多余的给它剪掉。好，慢慢的把刀片拿走啊。啊，这个粘贴方法的话，你要是觉得这个，哎，你看这边还可以啊，我们等一下就用这边吧。然后我们接下来再切一个，就是1厘米宽的啊，差不多快到1厘米了。然后我们再来把两者就是粘贴到一起。好，这样的话，你看背面就是很整齐的。那我们下面的话就采用它的一个背面，先将它的一端给它切齐了，然后我们把这个腰带给它封起来。我们从背后的地方啊，去把就是放在它们的正中间啊，它们交界的这个地方，就是交界的这个地方啊，能够把咱们这个粗糙的地方全给它挡住就可以了。稍微再往下放一点点。啊，像之前的就学光老师他做的这个衣服的问题呢，就是腰的这个位置有点太靠下了。好，给它堆过来，然后我们再用剪刀将它们重叠的这个部分修剪掉。好，然后这腰带的话贴歪了，我这上课一天天都是什么眼神嘛，都是。用手扶着一点啊，千万别把腰带贴歪了。啊，然后这个腰带的话呢，就差不多完了，不要太狠的去捏它。你要太狠的去捏它的话，就把下面那一层粗糙的地方给它捏出来了。那接下来的话呢，是它的第二层的一个腰带。第二层的腰带的话呢，用到的就是咱们的一个金色啊，拿出我们的一个金色粘土。没咋地，没咋地，没有咋地。啊，我们还是这样的一个深蓝色的这个粘土啊，我有点偏干了，我这不太好用，我就把它揉了吧，我重新再擀一个，然后我们还需要拿一个金色的土，重新擀一个金色的土，快速的。然后这个的话就一定要擀的薄一点了，要比刚才那个薄一些，就是尽量薄啊，不要太厚，不然的话你最后会发现你整个腰带啊就是好粗的一个腰啊，所以说一定得薄啊，一定得薄，切记一定得薄。先把多余不要的先给它扯掉。哼，呵，男人。啊，接下来拿出我们的金色这个粘土啊，看看我的这个金色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觉得它有点发黑？哎，今天在调土的时候，我里面不小心混入了一点黑色，然后直接被我搅进去了，搅到一半发现不对劲。啊，这个金色的话呢，我是在里面加了一点点的这个超轻土，就是加了一些黄色和一点点的红色，所以说它擀起来会更容易一些啊。因为用纯就是可能看，反正就是公司买的那个金色的粘土的话呢，它是树脂的，就特别黏，擀的话就很费劲。所以说里面加一点点的超轻的话呢，会更容易一些。啊，先让它拿起来稍微晾一会儿啊。阴阳人这么厉害呀！
你的金色很硬吗？我的这个金色，我的这个金色和银色就是那种粘的不行不行的那种感觉，就是特别粘。你的这个工具下去就粘住了，就根本就不给你擀的机会。啊，最好是这样去贴的啊。那如果你们在看一些图片的时候呢，发现啊，我等一下给你们讲吧，我这讲话我没有办法做东西，这样。啊，然后这个腰带的话，也是尽可能就是第二层腰带嘛，就一定要以细为主。我们差不多给它修成一个就是3毫米左右的一个粗细程度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就是太粗了。你看这不就还蛮工整的吗？把刚才这个粘土片拿过来，贴上去。硬的不好用吗？我还没用过硬的哎。那你软的话就是加超轻。在上面轻轻拍一拍，要不然它粘不住。啊，差不多就已经给它就是做完了，然后把边缘稍微给它剪齐一下。边缘如果有毛边的同学呢，尽量就是调整一下。作品的话还是以工整为主，所以说这些小细节千万不要忽略。有毛边的话，用刀片去再裁一裁就可以了。好，然后这个金色的腰带就做完了，然后它中间的话是有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小金片的，那我们就随机给它裁一块方形的小金片就可以了。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我给忘了。哎，有话一定得当场说，过后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不知道自己要说啥了。哦，对了，我想起我要说什么了。这个粘土的话一定得厚啊，就是它中间的那块区域得厚，然后中间的这个区域的话呢，它的一个宽度啊是要比这个粘土片它的左右呢各宽出一个1毫米左右，就是要比它稍微再宽一点点啊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拿出我们的这个案例啊，把它贴上去，贴在我们正中间的这个地方。妈呀，这完蛋了，这做粗了呀！我再搞细一点，吃点核桃补补脑，恐怕补不过来呀，这脑袋。啊，这个应该够了。啊，贴在正中央的这个区域啊，一定要慢一点去贴，清理画面。啊，然后中间的话，你们想要加什么图案都可以啊，比如说给里面画一点点的图形。怎么画完之后有点像裤腰带的感觉，那种。啊，画一个随便啊，或者是就是戳一些小圆儿啊，放一些家里有宝石的同学可以放一点这个小钻石在里面都可以。啊，你们随便。然后这个长条的话呢，说实话哈，是做宽了，有点做宽了，不过没事儿。我就不改了啊，你们在做的时候就把它改窄一点就可以了。我怕我再改一点的话，咱们这课就估计下不了课了都。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大家在制作的时候，千万不要学我这个毛病啊！像你要是学我这个毛病的话，做东西不去比对的话，那我估计就是返工的次数很多。所以说，为什么我做东西会比较慢 ，bug 就在这个地方，啊，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我做东西全凭感觉，我就
我就不对比，做完之后才发现，妈呀，还得重做。所以说大家一定别凭感觉啊，凭感觉有点遭不住啊，遭不住重来呀。啊，差不多放上去之后，用我们的刀片，中间这个区域简单的划一下。对，不光慢还费土，我就费了很多土。我每次下课之后，桌面就一堆土。好，腰带做完之后呢，咱把它的衣领的部分给它加一下，就是一块白色的这个粘土长条。Linda 真的是，Linda 应该是一个小朋友，对，我觉得是女孩子，是个小朋友，要比璎珞小。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吗？因为你昨天说啊，我比璎珞还，你好像说过这句话啊，我好像是这里面最小的还是啥，我忘了你说的是啥了，反正意思就是你比璎珞小。啊，下面的话呢，我们来制作一下衣领部分的这个白色的这个区域。是11岁吗？Linda 有没有猜对？千寻迷说猜的是11岁，有没有猜对？然后璎珞，然后那个 Linda 说没有，我110岁。啊，我们随机就是切一个，就是你自己喜欢的一个宽窄程度就可以了啊。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去切一切。苏玉薇也比璎珞小，妈呀！好，下面的话我们来开始去包这个领子啊，沿着它的这个边缘去包。先这样吧。灰色，然后把多余的部分比对一下，拿起来，裁掉。到了这个区域也是划一下，剪掉，要不然的话你剪的时候你会剪多了。好，然后我们这个区域就已经给它制作完成了啊，腰带尽量给它收一收，捏扁一点点。哎呀妈呀，这腰带做胖了啊，做的有点胖了啊，腰带可以适当的再捏一捏。好，下面的话呢，我们这个区域的话就已经给它制作完成了。图案绘制的话，我们给它放在最后去绘制吧。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制作一下它衣服下面的这个衣摆的这个部分啊，用到的这个土的话，也是咱们的一个之前调的这个蓝色。这个就是上面的图案的话，等一下再带着你们去画啊，等一下再带着你们去画。啊，先随机捏一块小薄片。镜头给大家就是稍微再弄小一点，把这个案例放在这上面。下面的话呢，给它就是修剪一下它的一个，随便先修剪一下，给它先修剪的方方正正一点点就可以了。长度的话，肯定要比我们下面的这个衣摆的长度要长一些。好，下面的话呢，拿出我们的这个案例，然后比对一下它的一个总长度。差不多是到这个区域啊，能够露出一点灰色的衣服，然后我们在边缘腰带的这个地方去画一下简单的画一下它的一个大概位置，就是在这个区域画一下它的一个位置，然后把多余的一个裁掉。接下来就是宽度，像上面这个宽度的话，因为它边缘还要加一层白色的，所以说我们里面这个就不能做得太宽了，内侧的尺寸尽量给它控制在一个就是1厘米左右吧。然后倾斜着进行一个刻画，差不多控制在1厘米就可以了。然后下面的话呢，给它画一个这样的一个尖尖的小 V 型。拿起来去观察一下，看你有没有做的太大啊，一定要时刻去比对观察。你看，比如说放上去之后，你看现在是不是合适的？你看加上白色的话就应该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尺寸来进行一个制作，我把它放在这个区域里面啊。大家现在要学会着自己去估摸着尺寸啊，不能老是依靠我的这个尺寸啊，得自己去估摸了。缠起来，给它放在旁边，下面给它包那个白色的边缘。咱们在包那个白色边缘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尽量就是能不要有这种接缝就不要有这种接缝，就是两个粘土的这个接缝尽量不要有啊。今天啊，看能不能准时下课了。我觉得今天应该还可以准时下课吧，可以的话就可以跟月宝一起回家。嘿嘿嘿。每次月亮老师经常跟我聊，就是你还有那个还有谁呀？我忘了，雨墨啊，经常跟我聊你们俩，说你像一个小孩子的性格，说你的性格可像小孩子了。啊，然后把一边给切圆。啊，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先大概切一下。啊，下面的话我们来开始进行一个制作。首先，你一定要在制作之前确保你这个白色粘土它是有点偏干的，不是很粘的。要么你就给上面去撒一点痱子粉，然后我们去把这个给它简单的放上去。我好害怕粘起来拿不下来呀。然后我们就是差不多啊，就是从这个区域啊，沿着它的一个边缘，就是咱们做的时候尽量能减少接缝就不要有接缝。我是不是做错了？哦，我没有做错。天哪，我做的我自己都糊涂了，做的我自己都稀里糊涂了都。啊，等它干了之后，包括你们以后啊，就是如果想要去刻画一些很复杂的那种纹路的话，都是要等粘土干了之后，拿出你的这个小裁刀啊，去进行一个雕刻。完了，真的粘在一起了。所以说你们一定要啊，就是这个区域，一定就是我们能啥呢？能加痱子粉就加痱子粉啊！说话说到一半都不知道自己说啥了。慢慢的去刻画。其实我的案例上面不是这么做的，是两条拼在一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难啊，这个也不难，至少这个会工整一点点做出来。怎么了？我今天怎么了？我今天没啥事儿啊。可能最近外卖吃多了吧，脑子不好使了，说话老嘴瓢。好，我们下面的话就让它包裹着这个吧。你怎么知道我中午刚吃了一个特别辣的这个螺蛳粉，辣的我现在胃都难受。哈哈哈，你猜对了，恭喜你答对了。好，让它慢慢的拿起来。啊，边缘调整调整，然后包括这块的话呢，你看这块明显有点偏粗了，我们再给它调整一下。你看，辣的吃多脑袋都不好使了，刀片都拿反了，这是要自己削自己的节奏啊。好，差不多可以了。然后你看，这样的话做出来会更工整一些啊，也就是一点点的这个衔接的这个缝隙都没有。然后如果你们想要让它就是刮起来风的话呢，让它刮，一般前面这个衣服是很难就是刮起来的。
一般我记得就看一些古装的衣服，前面这个布料都好像比较硬一些。可以就是用你的手指，如果想让它就是有点褶皱的话，用你的大拇指放在它的这个内侧的区域啊，然后用这个叫中指啊，放在它的内侧，然后大拇指和食指放在外侧，这样轻轻的就是给它扳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弧度啊，它也是可以飘起来的啊，有点尴尬啊。这说的是什么话呀？这是啊，就是给它往哪边掰一掰就可以了啊。这个就是看你们自己的，就跟刚才那个方法是一样的。然后我们接下来给它贴上去就可以了。真的吗？天哪，你太可怕了！那我以后要少吃一点辣椒了，不然我就提前得痴呆了。啊。把这块接好的话呢，如果你想让这个飘起来的话呢，也是可以的啊。我们给它下面就是放一块这样的一个小棉花啊，稍微放一块小棉花，我们给它就是夹起来。这个棉花有点多啊，加毒了，导致小鹿老师都神经了都。啊，按照你们自己的一个想要让它就是鼓起来的这个弧度去调整一下，啊，反正就是下面加一些这样的嘛，然后它就能够至少就是能够就是飘起来，或者是让它往这边飘，往这边飘，啊，你就自己就是用棉花去给它做一个支撑啊，不然靠它自己的话估计是得塌啊。你们按照自己的一个喜好去调整一下它的一个动态啊，下面撑个棉花就可以了啊，下面撑个棉花一定要切记。好，接下来的话呢，来制作一下左右两边的这个小飘带啊，这是太简单了，我就给你们简单的示范一下就可以了啊。头发是往右吹的，和老师方向相反，我头发没吹起来，不好意思，我头发没吹起来，我的刘海没吹起来。你们要做的时候，刘海也要记得给它吹啊。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谁说的？我们大鹏都内部消化。好，下面就是随机给它就是修剪这么2个小飘带啊，然后先去测量一下它的一个长度，我就放在这个上面测量吧，因为我懒得把那个拿过来了，它下面还有个底座。来呀，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啊，一定要时刻去比对啊。然后这个长条的话也是就是一个上窄下宽的一个形状啊，就是一定要稍微窄一点点啊，不要太宽。如果想让这个飘带飘起来的话，也是需要用一个棉花做支撑的。我的个妈呀，苏玉薇，你不是说你很小吗？你这小年纪早恋啊？啊？你让我们这些人情何以堪？你让我们这些老师情何以堪？一个一个寡狗。去告诉亲子老师，小年纪都有对象了，看看自己啊。我们给它贴在它的这个边缘的地方，你就是就是距离这个稍微保持一定的距离啊，你想怎么贴都可以啊，你只要知道它怎么贴就可以了。然后它想怎么飘，你让它飘就可以了，你想怎么飘就怎么飘啊。但是一定记得得加棉花，你要是不喜欢这个就是死的话，那你就让它飘起来，反正它最后也会被衣服挡住。不能让它飘的，就是你看像这种啊，要这么飘起来，那就很死板了。一定要就是这块稍微就是摁一下，就是往下耷拉一下，尾端给它就是这样飘起来会比较好。千万不要就这嘟啊，虽然有老师是这样做的啊，但是咱们就是我是委婉派的，做的东西都很委婉，就是表现的那个没有那么强烈，都很委婉。所以说想要怎么做，大家就看自己了啊。我是婉约派的。做东西都不大胆，好，就这样贴好就可以了。给它往后吹，吹呀吹呀，吹走我的烦恼。好，下面的话我们要来开始去做它的一个就是外套的这个部分了啊，外套来做一下它的大外套。拿吹风机，
我哭给谁看呀？我哭给，我是今年发现单身是快乐的。我去年还在不停的就是相亲，但是我今年压根都不带想相的。就自从相了2次之后，我就发现了单身的快乐和工作的快乐和没有男人的快乐。好，接下来的话，咱们要来给它擀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粘土片。单身很快乐，你想象不到的快乐。没有看到我现在笑得合不拢嘴。好，我们下面开始做这个外套啊，也是同样擀一个很大的一个薄片。思想在进步。对，就是没有人气我，找对象就是找气手。像我这种小心眼，那不得一天天吵架呀？2天就什么1天1小吵，2天1大吵。好，下面的话呢，咱们来开始制作这个衣服啊。这个衣服的话呢，它是一个扇形，我们给它做成一个扇形的，就是上面的话是要包裹住它的衣服的，就是包裹住它的身体，因为身体比较瘦嘛，所以说它用的布料就不多啊，比较窄。下面的话呢是要做一个大裙，就是大衣摆的，所以说得宽。那这个上款下窄啊。哎，我是不是都宽的过分了呀？我怎么感觉这个粘土我有点不对劲呢？拿过来比对一下，你一定要大概去比对一下你的整个高度啊，还有就是你的整个衣服能不能包裹住呀，啥都要比对的，啥都要测量的啊。目前这个就差不多可以。好，我们就是把下面这个啊。对，就是钱最忠诚，说得好 ，very very good。好，给这块稍微弯曲一点这个弧度。好，下面用刚才同样的方法去折一下咱们的这个褶子，把这个棒针伸进去。对，搞什么爱情，搞钱最好。我现在才发现了海苔老师的快乐了。以前海苔老师说搞什么爱情，相什么亲。多搞钱吧，我还不赞同，我今年贼赞同了，说的真好。啊，下面的话呢，就是这块我就不多讲了啊，这块就是刚才同样的方法，你们随机的给它就是搞一些长长短短的这些小褶子就可以了。就是你这个宽度100的话，像我的话呢，感觉我做的有点小了，你们可以稍微做的再宽一点点啊，小月影这话说的。满满的愤怒啊！前面的话尽量不要有褶子啊，因为它是贴在咱们的这个后背上面的，就不要有那么多褶子了。尽量把就是衣服的下面给它搞一点褶子就可以了。这个褶子的多少也看自己啊，先大概的去把褶子搞出来，我们等一下还要细细的去调整啊。先简单的就是搞这么几个小褶子啊，衣服才不至于死板。然后拿出我们的这个案例来，记住一定得就是加棉花。好，先拿出来，我给它躺下来啊。我的衣服变形了不好看了，你们也不许喷我啊。你们自己做的时候最好是立起来去做啊，我就给它躺下来了，你们不要喷我。首先的话呢是确定好下面的这个100的长度，然后我们把它的整个衣服给它这样给它这样子，包裹住，差不多能够把衣服包裹住了，是不是啊？但是这块有点不对了，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们沿着这条线用我们的刀片啊，你看它是这个样子的，你看俩衣服都快对到一起了，是不是？用你的刀片给它这划一条简单的这个弧线啊，给它拿下来，简单的画一条，拿下来。用我们的剪刀工具把这个区域我们给它剪一条很流畅的一条圆弧的线条。啥躺下来啊？就是你们在做这种人物的时候，尤其是在做这种就是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把人啊让他站着起来，就是
插在这个板子上去进行一个粘贴，这样的话，你之前做的这些衣服它就不会导致最后做完之后是这样子扁扁的了。你这裙摆才能够起来啊，一定不能躺下来。我这主要是我立起来，你们也看不到，啥也看不到啊，对不对？好，给它把上面去包裹住，一定要放在正中央的区域，然后把我们的衣服包住。来，差不多 OK 了。啊，这块的话，你看，如果这块你也是不喜欢，这块就是你看这块都做到一起了，你要不喜欢的话，都给它拿下来，用剪刀就是剪，切记不要碰到衣服，碰到衣服的话，很可能就把里面那一层什么线呀，全都给你凸显出来了。所以说，就尽量不要碰到咱们的这个衣服，或者是你拿下来剪都可以。啊，所以说自己就是慢慢的去修剪调整。直到调整到你自己喜欢的一个形状就可以了。好，你看这不是做好了吗？做好之后呢，你看它的衣服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就裹在身上的。那如果你想让它有一点飘逸感的话呢，该怎么去塑造呢？来，给它插在这个板子上啊。好，我们给它就是让它躺下来，看拿着我们的这个手。镜头拉大一点吧，我这块都有点手足无措了。好，掐住我们的这个啊，然后手放在后面，这样给它往后掰。啊，第一棱，第二棱。啊，我就把衣服捏扁了啊，你们别学我啊，尽量就是不要这样。啊，最好就是给它这样，它衣服的话，它就往后就是飘起来了。从正面的话，也尽量就是能够看到咱们的衣摆会比较好啊。从正面就是给它这样飘起来，飘起来，啊，或者是这一层把这一层给它这种飘逸感，一定得给它搞好了。衣服外套都掉了，外套都脱了的。啊，就是这个样子的，你就是让它飘起来就可以了。飘起来之后的话也不算完事儿了，因为它压根真的就自己就飘不起来。拿一个棉花啊，拿一个棉花垫在它的这个下方，去让它的这个姿势定在这个地方啊，让它的这个动态就定在这里了，看到吗？让它的这个动态就定在这里了啊！一定要掐着这个肩膀，把它的衣服往后摆，然后这边的话你自己就随意了啊。衣服的话稍微宽松一点，不要贴得太紧了。好，那这个区域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就是让它稍微飘起来一点就可以了。然后这个也可以让它飘起来啊，原谅我的棉花也不够了。好。这个地方要给它就是摁进去啊，摁进去飘起来。好，一定要用手多捋，你多捋几次，你就会发现它的褶皱会很自然。有很多同学刚开始做褶皱的时候就特别生硬啊，这是不要害怕，你多练一练，试试手感，就是这样。反正就是用这3根手那样拨呀、弄呀，反正就能弄出来了。最后就是这个样子。那接下来的话呢，上面这个飘带我就不做了吧，偷个懒啊，你们自己去做就可以了。就是一个长条围起来就行啊。我这里是中间有个断层的，你们可以把这个断层放在脖子后面啊，就是2条拼在一起的，因为1条的话赶起来有点麻烦，你就用2条拼在一起就行啊。交界的地方弄在脖子后就行。下面我们来做胳膊啊，来制作胳膊。飘的索性半脱了，你这索性把衣服披在身上得了呗，你索性披着衣服得了。啊，下面的话我们来做它的这个袖子的部分。袖子的话呢，也是有很多种方法的。像咱们第一种方法的话，是我们今天的这种啊，就是擀薄片啊。我们下一节课的话是做第2种方法。你可以看一下，它2个都是这种飘起来的袖子。那这个的话呢，它是更薄一点；这个的话，它是偏厚一点。这2个的制作方法都不一样。那么我们下节课来学另外一种，好吧？这节课先解决这种方法。
首先我们先给它搓一个长条啊，粗细程度的话，给它就是稍微粗一点都没关系啊，给它控制在1厘米往上都没关系，稍微粗一点都没事儿啊，尽量粗一些。然后我们啊，尽量粗一些。对，露个香肩，你刚洗完澡了是吗？啊，你可以就是这样去给它对折，对折之后，这里给它把我们的这个胳膊给它搓出来。我加了点凡士林啊，这是一种方法。可能有的老师是搓个水滴去擀的啊，所以说哪个方法都一样啊，你们就是挑自己喜欢的就行。其实这个方法它挺多的，它不光是只有这一种。啊，我们给它就是做出来了，把它这块做了个小揪揪啊。然后拿我们的这个擀面杖，先从下面，尤其是你们要做一个超大的袖子的话，我觉得这个方法会比较好用一些。好，然后把这边给它擀薄。怎么像蝴蝶了？怎么有点像蝴蝶了？花蝴蝶在花丛中飞呀飞，飞呀飞。啊，切记袖子一定要稍微给它擀薄一点点啊。对，有点像蝴蝶了，看有没有飘逸的小蝴蝶在屏幕里面飞呀飞。好，我们接下来就是把多余的给它进行一个修剪。那这个袖子它的一个长度呢，我们到底就是它的一个总长度该留多长呢？相信大家之前不是也学过这个3.5头身的这个比例嘛？差不多是一个头的长度，也就是4厘米左右吧。就是给它控制在4厘米，再加上一个手的话呢，差不多控制在5、6厘米左右。到时候我们中间的话还要堆褶子呢啊，给它差不多控制在一个就是5厘米左右吧，这有点太长了，把多余的给它修剪掉。好，给它控制在一个5厘米左右啊，接近于6厘米了。好，接下来的话呢，去给它这样弯折起来，趁粘土没有干啊，给它弯折起来，抹一点点的凡士林，给它怼起来，对起来。这块看到了没？后面给它夹起来，用手抹一抹就可以了。中间的话呢，我们先不用管它啊，先给它放在一边。那如果家里有什么罩子呀，先把它罩住，因为我害怕它变干，所以说得有一个罩子罩住。不过我现在没有，我就不用了。下面的话呢，做它的第2层这个灰色的这个部分啊，这个灰色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一点点。1秒变成花蝴蝶。哎，那个广场舞是什么来着？你们还记得那个歌词吗？那个广场舞的歌词，反正就讲蝴蝶来着。正比的身体 Q 版图。哦，对，就是醉酒的蝴蝶，在这花花的世界。噔噔。啊，就是我们先给它随机就是修剪一个宽度，这个宽度的话呢，不用特别宽，给它就是控制在2、3厘米左右就可以了，控制在2、3厘米就行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跟它叠加在一起，哎呦，不要粘在一起。一般咱们做到后面的时候，咱们这粘土一般都不会特别粘啊，选好粘土都不会很粘。把中间这个区域让它叠加在一起。啊，差不多就这样吧，我觉得这个尺寸还可以，给它对齐。反正这是我弄出来的方法，你们要不喜欢的话，也可以采用其他的一些方法啊，都没关系。方法有很多种，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就行。别问我，问我就18，你们也别问我，问我就15，比你们还小。啊，接下来的话就简单的就是给它就塑造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给它就是装进这个袖子里啊，下面这个接缝的地方稍微用手啊，下
下面这个就是不是有个接缝嘛，稍微用手就是调整一下，不要让它的接缝是这样扁的，你稍微给它调整一下。然后这个区域的话，就是也可以去给它修剪修剪。啊，为什么要修剪？你们自己到时候做了你就知道了啊，因为那块的话它。因为那块的话，它是这样子的形状，是三角的，用我们的棒针给它装进去。稍等一下，先不装它了吧。啊，你这是看直播人的快乐。你看我这一直在改啊调啊改啊调啊。好，下面的话我们先来把那个褶子给它搞出来吧啊，先给它搞褶子。首先的话呢，是先给它大拇指往前，就是轻轻一推。啊，你看，轻轻一推，推完之后，这个食指往下一摁，大拇指再往上，就是这样一推，食指再给它往下一推，这样的话，它的一个大体的一个褶子就出来了啊，大体的一个褶子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把我们的棒针放在上面，然后这样给它自然的，就是让它拉下来，棒针放在下面，让它自然的就是这样拉下来就可以了。我们来调整一下。整一下它的这个褶子，好，差不多就可以了。啊，趁这段期间的话，我们来把这个刚才做好的这个玩意儿啊，给它稍微贴进去啊，装进去就 OK 了。啊，装进去就 OK 了，这是个假袖子。然后我们接下来把它就是底下给它合在一起，合在一起。那接下来的话，整个袖子的话，千万不要给它前面捏紧了。那具体的一个长度的话呢，我们先给它就是放在我们的这个区域里面，先去观察一下你要多长啊，用我们的剪刀稍微标记一下，标记一下这个位置啊。你先就是把它放在腰的区域，你看标记一下你想要多长的一个部分啊，先标记一下，然后我们给它这样子去剪掉。给它扶着一点啊，扶着一点，这样像做一个小扇形一样。包括胳膊太粗的话，也可以趁机把胳膊给它剪短了都 OK。然后你可以再去放上去啊，再去试一下咱们这个胳膊的这个粗细程度，就是合不合适啊？不合适的话，咱们后期都是可以改的啊，都是可以改的。慢慢的去调整一下，包括它的这个修剪的它的这个缝，它是那种扁的，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个修剪出来的这个扁扁的地方的，所以说你们一定要用手去给它把它这块撑的蓬一点点。啊，给它撑蓬一点点，看到了没？好，下面的话，我们这个胳膊的话就差不多就是做好了。做好了之后的话呢，我们再拿出我们的一个刚才的这个胳膊的这个部分啊，一定要选择正确了啊，千万别选反了啊。这个胳膊，我们给它就是稍微剪出来我们想要的一个区域啊，一个长度。Sorry， 再说一句 Sorry， 一说 Sorry 肯定是我忘了什么东西了，忘它赶它那个褶皱了，忘了啥了啊？我们就是在赶褶皱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记住了，因为光有这两个褶子肯定是不够的啊，肯定是不够的。我们可以给它从这个区域给它就是再轻轻的赶几个褶子出来，手一定要轻一点啊。然后还有它的这个胳膊肘，这是它的一个，就是你看它是这样摆的，对不对？这样摆的呢，从胳膊肘的一个内侧的这个区域，我们可以给它就是往上滚一滚啊，以滚压的这个方式给它滚那么两个这个褶子上去啊，滚它们那滚两个褶子就行，一个 V 字形的这种小褶子就行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把我们的这个胳膊给它就是装进去，加那个白乳胶给它装进去就行。露出来一点点的手就行了啊，没有必要把所有的这个手都露出来，露出一点就行了，按照我们想要的一个长度去修剪。
就露出一半的手就行。好，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咱们这个胳膊的话，差不多就完了。那如果你想让它飘逸起来的话呢，看好了啊，它是这样子粘的，对不对？首先我们先把它的胳膊这块啊，给它掐住了，给它往这边掰一掰，就是让它往那边飘一飘呗。这两块让它粘住了啊，粘住了。你就一个手给它往下面摁，一个手往那边推。然后往那边推就可以了，包括里面这个也是给它往那边轻轻的拨一拨，啊，让它拨一拨就行了啊。这节课我就不粘了啊，怪麻烦的，偷个懒儿。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把它的整个胳膊给它粘在这个区域。你看这块的褶皱有点太粗了，太粗了的情况的话呢，用你的棒针给它按下去，把这个胖褶皱给它分成好几个褶皱就行了啊。遇到这种胖褶皱的话，你自己去给它摁出好几个小褶皱就行啊，这种都不是事儿，自己修一修，改一改。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是给它装上去就可以了。啊，差不多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胳膊的话呢，就是在它的一个腰部的这个区域就行啊，在它的一个腰部的这个区域就行。然后我们将多余的这个部分给它就是修剪掉，用手嘬一嘬，抹一点这个白乳胶，贴在我们的这个胳膊的左右两侧。啊，像我一般做胳膊的话，我都是胳膊稍微往后一点点，就这个大的胳膊稍微往后一点点，稍微往后去推一推。好，给它贴在它的这个胳膊的左右两侧就行了，就没有问题啦。好，自己就是做好了之后啊，就是你把这个整个胳膊啊，它都贴好了之后呢，你再去动它的一个姿势呀、动态呀、袖子呀，你再去就是搞它的这些动态啊，慢慢来，就是不着急。啊，你看我的灰色袖子完蛋啦，给你们看破啦！哎呀，粘土上面沾了一点点的胶，然后它就坏了。好，下面的话，我们这个胳膊已经给它制作完成了。我们下面的话呢，来搞一下它后面的这个胳膊啊，也是同样的一个制作方法。你要是没学会的话呢，咱们就再来学一遍啊，就再来学一遍。啊，袖子这个你粘上去之后，你再给它搞一搞就行了啊。然后它的这个胳膊的话，你不用完全让它这样就很呆，你稍微给它就是往后推一推，让它差不多表现出这种姿势状态就可以了。这个外套是真的可以脱的，连带的胳膊也脱没了。日常翻车说得好，主要是坏习惯，就是大家以后不要养成这种坏习惯，就是棒针上面沾白乳胶，这很容易翻车的。我经常干这事儿。好，接下来就是制作另外一个胳膊。另外一个胳膊的话，我们用另一种方法，就是先给它搓一个这样的一个水滴形啊，先搓一个这样的水滴形，然后给它简单的就是摁一下啊，没有摁的特别薄。然后我们从中间的这个区域给它改一下。就这两个方法的话，其实就看你怎么用了啊，看你习惯用哪一种方法，你觉得哪个方法会更适合自己一些。反正我觉得我自己不太适合这种方法，我做这种方法老翻车。啊，没有刚才那个好用哎，我感觉不太适合我，但其他老师就习惯用这个方法，我真的就不习惯用这个方法。好，跟刚才同样的这个道理啊，给它就是在这个差不多接近6厘米的地方，将多余的给它切掉，是吧？我觉得这个方法对我来说很难，但是说不定就有的人他就适合这种方法。这个方法对我来说真的是太难了。好，下面的话差不多是一个接近于就是5到6毫米的一个地方啊，就稍微再修剪短一点点。
啊，然后将它的这个外面先给它就是包在一起。包在一起之后呢，手指放在它的这个内侧啊，放在这个内侧的区域，给它往上一推。记住，这个胳膊的这个上面的这个胳膊的话，尺寸尽量控制在2.5厘米啊，这个长度尽量控制在2.5厘米，然后下面这个也控制在2.5厘米，就是到2厘米之间啊，尽量把整个胳膊加手的尺寸控制在就是5厘米以内啊，尽量控制在5厘米以内，不然的话你的胳膊会显得特别长的。你看，这绝对这个袖子绝对要做短了，我跟你讲，这方法不太适合我哦。好，给它就是通过你的这个大拇指和这个食指，就是给它这样慢慢的去推，就是2个手一起在那作啊，你自己再尝试几遍。啊，没白乳胶吧？好，差不多这个就 OK 了。然后我们最后再给它加一层它那个灰色就行啊，让它这样站着，加一层灰色。对，这个方法就袖子小了，这 bug 我就不应该展示这个，展示自己不擅长的，真的是尴尬。啊，下面的话照样是给它修剪一个，刚才我们那个宽度修剪的是多少来着？我给忘了啊。就随缘吧，修剪了多长就多长，我也不知道我刚才修剪了多长多宽，忘了啊，应该是在3厘米以内啊，应该是在3厘米以内。然后我们给它就是做起来，放在棒子上面，给它就是做起来，下面堆起来。然后长度的话呢，可以拿出我们刚才的这个袖子，你们自己去比对啊，我这个角度你们可能看不清楚啊，你们自己去简单的比对一下，就是2个灰色的袖子的长短呢，就是尽可能一致一些。然后呢，一个手指放在里面，另外一个手指呢给它放在外面啊，随便这块的话尺寸没要求，反正也是在里面看不见，所以说就随便了啊，这块叫随便啊。接下来是把它的下面这块用手稍微撑一撑，你看这块的话就是。你看这块的话，你看从这边看就是一个尖尖，所以说为什么要去调整？因为那块多了个尖尖，用剪刀就是剪一下，然后再用棒针工具给它放在我们的这个袖子的里面。好，放好之后呢，把我们这个蓝色的袖子呢，就是自然垂下，然后就开始去修剪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蓝色的袖子的长度了啊，反正就是这个袖子绝对要做小了。好。同样，蓝色的袖子，你看下面这块还是有一个，从这面看就是个尖尖的这个东西啊，用工具给它修剪掉。用大剪刀是比较好的，它修剪的会更加的就是干净利落一些。用工具的话呢，就是放在上面，给它的这个尽量让这个和这个成一个90度的夹角，因为我们刚才做的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你得用个棒针撑着它，然后给它往前推一推啊。这个地方的话呢，真的是需要去撑一撑的。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开始去按压它的一个褶皱的这个部分啊，也可以找个东西去撑住它，然后你去这样按出它上面的一些小褶子出来，啊，尽量找个工具撑着它。然后接下来是啊，它是这个样子的啊，它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褶皱是从这个里面去出发的，你们自己一定要确定好你们的褶子是从哪边出发的，给它这样去推，啊，随便推2个就行了，好，反正这个也看不到，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你可以去对比一下这2个胳膊啊，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然后对比一下，就是一定要时常的去对比。放在一起，然后修剪出它的一个长度，然后给它这个口稍微这样去捏一捏，嘬一嘬啊，捏成这种形状，给它再收一收，啊，捏成这样子一个形状，好，我们就可以给它贴进去了。贴之前先把我们的胳膊给它夹一下，也是修剪的稍微短一点点，啊，这里面加一点这个胶。
一定要边放边比对啊，千万别放错了。要是不行的话，你自己把手背后，啊，自己把手背后自己试一试。我刚才去试了一下，确保我自己没做错。啊，你看，手心朝外，这样去粘的，看到了没？所以说，像这些啊，都要你自己去时刻的去对比，不然的话，出错了你可不要赖我哟。好，沾点白乳胶，把它去修剪一下，粘贴。好，就差不多就这个样子了。然后中间这个我感觉褶皱不是很明显，然后你们自己去加一下，就是让他们这个手关节的这个褶皱稍微明显一些啊，就是我稍微把这块的褶皱稍微按了一下，啊，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成一个咔咔的一个形状啊，不是这个样子的啊，你稍微这样子，我觉得会更好看一些。然后后面的下面的这个衣服的话呢，你要是觉得这样垂下来会死板的话呢，看好了，用你的手，我就给它拿起来吧，用你的手给它这样往后去掰一掰啊就可以了。你看它是不是就往后飘了？是不是就往后飘了？是不是？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服装的话，它就差不多给它制作完成了。接下来剩余的时间的话，我们就来开始画一些花纹吧，好吧？画一下它的这个花纹。你包括它后面的这个衣服呢，你看这样都是平平的，所以说里面呀，尽量给它加一些这样的棉花，塞到它的这个衣服里面，让它的衣服就是蓬一蓬啊，真的那个飘逸感会更好一些。一定要定型，你不定型的话，它真的粘不住啊。包括它的这个衣服里面，我给它加点胶，不然的话呢，我跟你说，它就真的是个外套了，一脱就掉了。啊，里面尽量给它多加一点这个，能听懂吗？好，差不多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就已经给它制作完成了啊，差不多今天这个案例就制作完成了。感觉这个胳膊有点太粗了，拿下来再修细一点。所以说案例啊，它是得不停改的，你觉得不得劲，你就得拿下来改，哪有什么一下子就能够做得特别好的呀？是不是？不停的修修补补，修修改改。好，差不多就可以啦。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的话呢，就已经给它就是制作的差不多了啊，就已经制作的差不多了。你要是觉得正面看着也不得劲的话，你也可以就是给它正面的这个袖子上面随机的去加几个褶皱也是可以的啊。你要是觉得不得劲的话，也可以给它正面去加一些褶皱。好啦，那接下来剩余的时间的话呢，我们就来刻画一些花纹吧。我们把上节课的这个脑袋也给它插进去，在插之前的话，里面是要有一根铁丝的，没有铁丝的话，我们不好固定。啊，能听懂啊，那就行。就我这一节课，也就是没有抬头看你们啊，因为我真的是前段时间，我开课前我还尝试了看一下你们，我看一下我就出个问题，看一下我就出个问题，翻个车，不能看。好，我们用这个粗铁丝给它扎进它的这个地方啊，不用扎太多啊，稍微给它预留的长一点点。我们要给它戳脑袋，脑袋的话呢，就是尽量啊，你让它的这个脖子就是往前，就是粘在靠前的地方。你要是粘在往后一点的话，就有一种脖子前倾的感觉，所以说你尽量往前粘啊。好，这不就做好了吗？脖子的话，尽量给它预留的稍微长一些，不要把脖子预留的太短了，太短了不英气。好，然后我们这个是不是就给它做完成了？最后就是这胳膊这都没了，胳膊给它插上去，胳膊给它把头发抬起来，胳膊放后面啊。放后面啊，这怎么有点像国师呢？啊，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再拿把扇子就是国师了，就连王子都不算了啊，很素雅，压根一点花纹都不带有的
对，脖子短了可猥琐了，所以说脖子要长一点点啊。这样的话，咱们这个作品的话就已经算是做完了。接下来用剩余的时间来教一下怎么去绘制这个花纹啊，简单的给你们去示范一下。脖子下面打洞在什么位置啊？我下面给你找一个案例吧。这个的话是这样子打洞的，就是我们尽量把这个洞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脸部的这个地方去打一大半啊，一大半，就是在这个地方去打洞。就他们中间的这个地方打，知道吗？就在中间的这个地方打。不过呢，尽量啊，前面这个脸它占的多一点，后面占少一点，不然就有点脖子前倾的感觉了啊。对，拿个羽毛扇，这就成军师了。好，接下来的剩余时间的话，我们先来画一下这个花纹。我先给大家就是花纹的话，你们其实可以自己去决定的啊，可以不用非要就是不用跟着我一模一样啊，你们可以自己去决定。只不过我给你们简单示范一下这个花纹怎么去画。这个花纹啊，真的就随缘画。好，我们下面的话拿出我们的这个颜料啊，拿一个盖子，拿一个颜料，把它放旁边，镜头拉大。这个穿泳装的身体，哎，啊，对，我要找颜料来着，我说我要干嘛来着？首先我们需要金色，然后还有就是，不是这个啊。蓝色、绿色以及白色，我们需要的是这3个颜色。绿一定要是草绿啊，什么绿都可以啊，这个就没有什么区分了，啥绿都行。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拿出我们的笔啊，我找一找我又没有废了的笔，我不想用这个好笔，不然的话我每天都在造笔啊，在做这个笔啊。包括我们本节课程的这个青色的这个粘土的颜色也是这么调的，就是蓝加绿加白就可以了。好，来，我们加水，再加点绿，然后再加点蓝，加点绿，就是这个调吧，青色就出来了。这样调啊调，你看青色是不是就出来啦？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上色了。上色的时候记得用纸巾啊，用纸巾去把多余的擦掉。好，下面的话我们先就是之前啊学过微缩的人应该都知道怎么去上色啊，没学过的我们就看过来看看它是怎么去上的啊。先戳掉多余的，然后你随机找一个地方啊，其实用海绵会好一点，但我这里没有海绵啊，如果有海绵的话比较好。就是我们轻轻的戳，那它的边缘的话呢，颜色一定得淡一点点，就是中间的颜色会偏深，你要先去戳中间的颜色，然后再去戳它外面的颜色，就先戳中间。然后再慢慢的呢，笔上的颜料就不多了，然后你就给它戳一戳这个外面的这个部分。一定要让它晕染的自然一点啊，不能太那个什么，一定要晕染自然一些。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金色，有什么不习惯的？我也不习惯，哈哈哈。我上一节课1个半小时就下课了，我真的是妥妥的不习惯，我都浑身不适。哈哈哈。画之前的话呢，咱们这个笔上啊，一定要去给它清理，就是干净一点啊，再去进行一个绘制。然后呢，我们就拿出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图，哎，我们来开始进行绘制。首先，笔上的颜料得
饱满多一点点啊，然后把笔呢就是在旁边弄得直溜一点，上面不要有多余的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我们来开始给它刻画，啊，画的流畅一些，一遍不行就给它画2遍。然后接下来我们从它拐弯的这个地方呢，去把这个线条加粗一点。上面也可以加粗。你看它很容易画到一半就断了，所以说你得再连起来。啊，接下来的话呢，就开始去刻画下面这一个。啊，就是这个样子的。这1层不行，得多2层啊。好，我们下面的话就是刻画一些小细节、小碎线。这个的话，你看水加多了就画不上去。换根笔吧，这笔哎太粗了，我稍微换根笔啊，稍等我一下。我换一根更细一点的，画起来更容易一些，因为画成细的我可以用很大的力气去画，画出来也不会特别粗。好，就是这种方法。这个还打了个褶子，哎呀。好，你看这样的话，它就画完了。最后的话，再给它点一些就是金点点啊，就是金点点的话，就是稍微就是有大有小哦。控制自己的手部力度啊，就是轻轻的点一下就可以了。啊，这大一坨，这大一坨，都小的就 OK 啦。包括它的这个袖子部分的纹理的话，也是同样的一个方法去进行一个绘制的啊，都是差不多的，你们随机画就可以了。颜色的话呢，它也是你想用什么颜色搭都可以，但2个袖子还不太一样啊，我这偷个懒就画的不一样了，所以说你这个的话就按心情制作就可以了。好了，那这节课到这里就结束了。对于本节课程的内容，大家还有什么不懂的吗？没有不懂的话呢，咱们就开始去教一下。上节课有同学说想要制作马尾，那马尾的话，我们现在来教一下啊。好，就是这个样子的，给它放在旁边。你只有控制好你的这个颜料的这个深浅，就是这个浓稠啊，你才能够绘制出很流畅的线条。控制不好的话，第一要么画不上去，第二要么画到一半就线条就断了。就是控制不好很麻烦的。好，下面的话我们来绘制一下这个，就是制作一下这个马尾啊。这个马尾的话其实也挺简单的，我就用这个深蓝色来带领大家去教一教。老师偷懒，怎么不服吗？不服来 battle 啊！看看后背。后背这就是这个样子了，不好意思让你们看，两边的袖子还不一样啊。你们可以看看你喜欢哪种调调的，一个是这种金色调调的，一个是这种蓝色调调的。武器怎么做？刀枪剑戟啊，我还不认识那个啊。像这个就是武器的话，咱们在古风的这个课程里面会有讲到啊，有讲到。别欺负我，去不了北京。
啊，扎马尾的话呢，咱们来开始进行。你是说整个脑袋都要扎起来吗？啊，那现在我先给你示范一下马尾吧，先示范一下这个马尾。马尾的话，跟咱们之前做的有一节课是比较像的啊，节课是比较像的啊，差不多给它搓一个这样的一个水滴的形状，用手按扁啊。粘土的话呢，不用特别薄，就稍微厚一点就行。啊，用手给它按扁。老师喝点水，我的水都已经全部用来调色了。好，我们拿出我们的这个玩棒棍，整个脑袋扎起来，那个很简单，我就跟你简单讲解一下就可以了，你课后自己试一试啊。我的这个刀片了啊，我们就随机的去给它先分成几组啊，给它简单的分成2组。好，你看你分完2组之后，其实你如果就是想要像海苔老师那样，就是发型更飘逸一点的话呢，用剪刀我们在这个边缘的部分给它就稍微修剪一些这样的就是小碎碎啊，包括可以在它的这个上面的这个区域啊，沿着整个这个弧度去修剪啊，你可以去修剪这样的一些小碎碎。纹理的话，可以给它稍微往上按压一下。好，就是这样简单的刻画。然后呢，它的马尾就是给你们拿一个脑袋，我这里没有什么脑袋了，那找一个这样圆不溜秋的脑袋吧，我再找一个脸壳给它塌进去。不会吗？没有我不会的，只是看我做不做。这大话说的。我不像他们能够突击检查，我得预习，我预习了我才会做，不让我预习，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张口就来啊！你看它如果是这样子去扎的啊，然后把这个地方给它按下去，然后这个地方再给它弯起来啊，它的马尾就是又有弧度又可以飘起来了。对呀，蛙哥跑去教正比了呀，你们就可以看一下古风的这个正比啊。你们这个弧度的话，可以就是一上一下，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一个马尾的话呢，就已经制作出来了啊！一定要确定好你是这样子去扎的，然后呢，你的这个马尾是朝下朝上，是飞起来的还是朝下的？你要提前预定好，然后确定一下你的这个弧度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们接下来的几个弧度都要按照这个弧度来进行制作了。人好少呀，过分，不准喷我人少，伤心欲绝。我等一下下了直播就哭去，我就哗啦哗啦哭着，哈，有个同学嫌我直播间人少。随机啊，就是一定要有长有短，对，就是那个李逍遥。然后一定要沿着，比如说你的这个线条是往这边弯的，那你的剪刀这个弯头剪它就得朝着这边了啊，这样修剪出来的碎发才能够自然，然后你这条被修剪的这条头发它才能够工整好看。然后你可以就是沿着这个，好，差不多，就是一个是上，一个是下，这个你就随意吧。爱往哪飘往哪飘。好，你看这样的话，它的其实马尾是不是就算做出来了？
你看是不是？给它稍微错位一下。然后这个的话，咱们做马尾的时候也是要稍微就是有一点就是那种长短的变化，也不能说都是这么一般长啊，你可以稍微再去加几个短的。当然我示范的这个的话呢，就只有2片，你们要再做的话就肯定得多做几片了啊，这2片的话肯定是不够的。然后最后我们再去加一点点的这个，我们这一期古风是哪个老师教？你是哪一期的呀？这我不知道，你要是错过这个啊，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们是哪个老师教，这都看人家怎么安排了。等一下我再跟你讲，我先把这个马尾讲了，你这先把这个马尾讲了。好，然后这个的话要多刻画一些这样的一个纹理。边缘的话呢，因为它边缘的话可以再去修剪一些小碎发啊，这样。好，然后你再给它调整一下它的一个弧度啊，这想怎么调都可以，哎，给它贴上去，就是稍微有点有长有短的这种感觉，哎，这样的话它的一个马尾就做出来了。啊，我这做的有点少，我只做了这边的，你们也可以给这边去添加几个部分，然后咱们把它下面这块就是做到一起，做到一起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给它进行一个粘贴了。要是贴不住的话呢，这里有一个好方法，我来找一下那个铁丝，我这好像没有多余的铁丝了，我从它的这个脑袋上面去剪一点吧。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给它扎进去啊，这样的话它的一个马尾就制作出来了。想要保持它的一个飘逸感的话呢，下面也可以去，你要是怕它塌的话呢，下面可以稍微给它垫上这么一点点的这个棉花，然后它的这个飘逸起来的这个马尾就制作出来了啊。记住这边也要去补一点，你看右边看的话，这边就还是比较不错的，是不是？多添加几片就可以了。不是不理你，怪不得我就说几节课不见你了，你真的是。好，那这个就是辫子的制作啊，然后我也没有功夫看你们会不会，我等一下再问啊。接下来有一个同学说那个就是扎着辫子的头发怎么做的，这个是我偷海苔老师的啊，你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马尾的话呢是扎在这个区域的，所以说他整个脑袋都是往他的这个区域给他跑的，就是往那个区域去粘的。我来看看啊，我找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这个啊有刘海的这个脑袋，我给你们讲啊。这都干透了，都卡不进去了都。啊，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用那个勾线笔给你们去画一下。哎，我的颜料去哪了？稍等我一下，我扫视一下我金色的颜料去哪了？为什么我在桌面上找不到我金色的颜料？去哪了？天哪，我每天这眼神啊，绝了。那我用其他的颜色吧，我用绿色给你们去示范一下。啊，比如说啊，就是这个是咱们的这个马尾的中心点，它是在这个地方，对不对？那么我们就开始从它的这个发际线的区域啊，开始从它的这个发际线的这个区域给它画水滴形。啊，然后沿着这个区域给它画，包括这个区域，给它绕上去，就是啊，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给它这样绕，绕啊绕，绕啊绕，绕到了它的脑袋后面。我们一起绕啊绕啊绕啊绕，然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大家以后一定要学会自己去分析啊！你们别只会就是老师不讲就不会了，一定要学会自己去分析。你看就是这样子的，
看到了没？看到了吗？然后啊，这边先别做了，先把这边给它搞完。好，就可以了呀，懂了吗？懂了吗？画的有点糙啊，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然后下面的画，我把笔洗一洗，咱们就进入答疑阶段啊。我上传回放，咱们进入答疑阶段。稍等，我这里有点乱，你们稍等我一些。